将要修复翻新的就是这一台1960年由北京公司合营台型机床厂所生产的 C609 型仪表车床。关于这台车床的诞生，简单来说就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东德的古斯塔夫机床厂向新中国援助了他们所生产的某的型号车床，而北京的台型机床厂又对其进行了仿制，于是乎就有了视频中的这一台 C609 仪表车床。而根据名牌上的编号显示为576，这也就代表着这是该型号出厂的第576台机器。当然在那个时候产量是非常低的，据说一年也就几百台的样子。而在之后改由天津仪表机床厂所生产，因而就有了大名鼎鼎的天仪0618，并且天仪还以此改良出了多个不同的版本。换句话说，这一台 C609 可以说是0618的老大哥了。简单的了解一下背景故事后，下面我们再将重点回到这台机器上。目前大神新哥正在进行机器的整体拆卸工作。虽然说机器的外层已经布满了锈迹和污垢，不过内里的一些关键部件，就像导轨部分，看起来还是蛮新的。在这个拆卸的过程中，新哥发现车床的导轨虽然是铸铁材质，但它十分的软，非常容易出现拉伤或者磨损的情况。所以对于这一部分的处理还得万分的小心，毕竟这个导轨可是机床的核心。另外，这台小小的车床是缺失了几个比较有意思的部件，分别是电机尾座以及一个挂轮罩盖。为什么要说这几个部件有意思呢？如果你在网上搜索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尾座、挂轮罩盖这些都是非常紧俏的二手件，那个价格也是贵得离谱，好像是大部分的收藏家都缺这么几个东西。所以我们就有很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台机器上所缺失的那几个部件被人当二手件拿出去卖了。那么这下拆除的是81年展的100毫米三爪卡盘，这个呢它并不是原装件，原装的应该是个80毫米的。接着要拆卸的就是主轴箱以及进气箱部分。那么作为整台车床的核心，这两个部分的主要作用还是相当大的。首先，这个主轴箱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控制主轴的旋转速度。通过内部的变速齿轮和皮段轮上皮带的位置调整，这两者搭配可以提供8个速度单位。主轴的旋转速度范围为125到1400转每分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皮带的调整是需要手动进行，而内部变速齿轮的调整则可以通过进气箱右侧那根主轴变速手柄来进行调整。至于下方的进气箱，主要呢就是用来控制丝杆的正转和反转，也就是对应车道左右2个方向的进气运动。当然，这个进气运动也是能够进行速度调整的，并且它的种类样式还非常的多，以至于需要一个特别的名牌来将众多的速度组合给它标记起来。而这个名牌也会被安排在右侧缺失的挂轮罩盖上。另外，这个进气速度的调整是需要通过手动更换变速挂轮来实现的。只不过这里并没有那么多的变速挂轮，如果说配件完整的话，会像上图一样垒起来就像一座小山那么高。最后再将这个标识名牌给它拆卸下来，那么新哥也就顺利的完成了整体的拆卸工作。下面在进行修复之前，还得先利用超声波清洗机外加碳氢清洗剂来对这些较为小型的零件来上一波大清洗。所谓的碳氢清洁剂通常是由轻质碳氢化合物所组成，这些成分能够在清洁的过程中有效的溶解油脂、蜡、油漆、残留物等等不溶于水的污垢。搞定了小型零件之后，较大的部分就只能通过人工智能来进行清理了。在清理掉油污之后，下一步就可以利用上刮铲来将床身以及主轴进气箱外表上那些松动的漆面统统给它去除。接下来利用美纹纸将各个部件上的导轨部分给它遮挡覆盖起来，就可以进入到最解压的喷砂环节。新哥会通过喷砂的方式来去除零件上的锈迹以及残留的漆面，而这一次所使用到的喷料，它就是中钢玉。
喷砂顺利完成，可以看到零件上有着许多的坑坑洼洼，对于那些较深的痕迹是需要用到焊接的方式来进行填补。焊接之后再打磨规整就成了这个样子，而表面那些较小的坑洼则是需要通过原子灰来将其填补上。当然，你也可以将这个步骤称之为抹腻子。将原子灰以及固化剂按照一定的比例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涂抹在对应的位置。不过，这样的厚涂手法让我想起了那一位至今仍在修车的机械师。那么，在将这些干燥固化的原子灰打磨规整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漆面环节。这里新哥会给这些游戏线喷涂上对应的白色底漆以及淡蓝色的面漆，而这个淡蓝色也是原本的漆面颜色，并且这个颜色也常用于工业机械设备当中，因此也有人将其称之为工业蓝或者是机械蓝。接着要处理的就是这一个大托板，而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导轨的损坏，这里是需要通过焊接的方式给它填补回去。照样在焊接之后是需要来上一波打磨规整。如果说是其他的部位，这么处理之后就已经可以了，但是这个是轨道，所以这里在看似打磨平整之后，还得用上颜料配合上这根电块检测一下平整度是否达标。像这样用电片摩擦一下，就可以将不平整的部位给它显示出来。经过数次的调整，直到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而这个轨道也不同于其他的部位，除非像这里这样已经影响到了整体的使用，否则最好是不要做过多的处理。这个呢是小托板上面旋转刀架的底座，它的侧面也有一个坑洼是需要进行焊接填补的。处理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接下来利用美纹纸将这些小型零件的接触面通通遮挡覆盖起来，就会进行原子灰的填补以及漆面的喷涂工序。下面看到这个皮带轮，同样的它也是需要进行焊接填补的处理，搞定之后就是这个样子，还是蛮不错的。而这些油嘴是需要彻底的拆开之后再进行内外的除锈处理，内部使用电磨，而外部则像这样直接使用砂轮机进行除锈清理。另外，同样也是需要进行打磨除锈处理的，还有这么几个零件，并且它们会在处理完成之后统一进行镀镍保护。给零件进行镀镍好处是多方面的，除了能拥有一个亮丽的外观饰面，还可以加强零件的耐腐蚀性、硬度以及耐磨性等等。那么在搞定完这些小型零件之后，下面就可以进入到最后的组装环节。首先要组装的就是这一个最复杂的主轴进气箱。关于这里有一个比较模糊的点，之前有说过，右侧的这根手柄是一个主轴的速度调节手柄，可以用来调节内部的变速齿轮组。但是呢，它的标识明白上写的却是开和停。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的理解，这里应当是一个轴锁。但是呢，它的小弟天仪0618这里写的却是快和慢，所以为了搞清楚它究竟是个啥功能，小麦也特意去找了一下资料，看了一下仿制的原版古斯塔夫 Mod 250车床。根据这个名牌的信息，虽然翻译过来是开和停，但是它也确确实实是一个调速手柄。到这里好像谜底解开了，这里估计是一个翻译上的误区，但是有趣的来了。小麦特意问了一下新哥，得到的回复是这个手柄只要它一拉开，主轴就停了，所以好像确实是一个轴锁。因此有没有懂行的老大哥给我们解释一下关于这个手柄的具体功能？这里新哥也是重新制作了一个齿轮盖。那么这下这个部分的组装也就顺利完成，可以将它安排到床身上。接着呢，就可以装上大托板和滑板。
而滑板上这个分开两半的黄铜套筒就相当于一个手动离合器，当它合上时会与丝杆相互啮合，这么一来滑板以及整个托板刀架就可以实现自动晋级功能，而分开之后晋级运动也随之停止。右边的长把手也就是它的控制手柄。当然你也可以像这样转动左侧的转盘实现手动晋级。而看到这里，相信大家也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轨道新哥他是没有做更加详细的处理。关于这一点，小麦也咨询了一下新哥。总的来说，除了开头说过轨道材质偏软的问题，更多的是怕过多的操作搞不好会弄巧成拙。他也曾经想过上磨床，但是整个车床的轨道面实在太多，生怕整坏，并且在他家附近想要找到既懂虎车又懂磨床的师傅并不好找。而且想要做到更加精准的程度，在磨完之后还得上刮盐和高频淬火。这里说到的每一步都很重要，并且每一步都有着出错的概率。所以在综合考虑下来，还不如保持原样。毕竟现在经过修复翻新之后，这台小小的车床它还是可以胜任一部分的工作。那么在刚刚的过程中，新哥焊接修复了底部的托盘，也买了一个二手的原装刀架，并且还将刀架所需要的几轮、垫圈、手柄等等给制作了出来，并安装到对应的位置。而这一个100毫米的三爪卡盘没什么大的问题，在处理之后涂抹上润滑油脂就可以重新安装到位。而这两个呢，就是主轴箱的手柄，标识明白。这个呢，就是新哥在网上高价收购回来的变速挂轮罩盖。除此之外，缺失的电机和尾座也被新哥用超能力通通的搞来了。最后再把自制的开关和原装皮带装上，那么这一台1960年由北京台型机床厂所生产的C609型仪表车床也就正式修复完成。下面跟随镜头回顾一下修复前后的样子对比。那么作为小麦解说的第一位国内修复大神，这一次的修复大家感觉怎么样呢？另外，这个解说版本是经过小麦剪辑的，而想要更加沉浸式、更加完美的体验，可以关注一下新哥的账号维新工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们国内的大神多多点赞和关注。那么下面就进入到测试环节。各项功能检测完好，那么下面就进入到实操阶段。同时我们也可以看看经过修复之后，目前这一台老伙计的精度到底如何。感觉进度还可以，那么本期的修复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歡樂嘅時光過得特別快，有時候同大家講拜拜，再一次謝謝大家來到麥克斯的修復領域。